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同样饰演宝钗扑蝶，张丽灵气四溢美如画，李沁木头桩子干扑腾。宝钗扑蝶是《红楼梦》四大行为艺术美景之一，出现在原著第27回。滴翠亭杨妃戏彩蝶，埋香种飞燕泣残红。这一天未时交芒种节，大观园里的姑娘们都出来玩耍，独不见黛玉。宝钗便要到潇湘馆去找黛玉，后来见宝玉走进了潇湘馆，宝钗想到黛玉好猜疑，此时自己如果跟进去，一则宝玉不便，二则黛玉嫌疑，想到这里就抽身回来。刚要寻其他姐妹，路上见到一双玉色蝴蝶，引得宝钗去扑蝶。被搬上荧屏的《红楼梦》影视剧有很多版，而内地先后拍摄的2版最为人熟知。1987年播出由王扶林导演的《红楼梦》，与2010年播出李少红导演的《红楼梦》相隔23年，一个是采取全国海选，举办2期演员学习班，从筹备到完拍用了5年时间，拍摄了一部36集的电视作品。另一个也是面向全国海选，声势浩大，沸沸扬扬，投拍耗资达到1亿元，出了部50集的剧作。而同样饰演宝钗扑蝶，下面我们把这2个版本放在一起看，孰高孰低，差距一目了然。2版薛宝钗扮相对比。87版张丽薛宝钗的角色造型。薛宝钗是待字闺中的千金小姐，气质温和，仪态大方。杨树云运用娴熟的裸妆技巧，为张丽化了妆感极其自然，让人觉得很美却又看不出粉饰痕迹的一种妆面。眉形是轻轻画过，自然柔和的秋波眉，在眼影上略作修饰，粉底也只打了薄薄的1层，再涂上粉色唇膏，配上张丽天生白净透亮的脸蛋，一个清新娇嫩的美人面便栩栩如生地呈现了出来。当天的薛宝钗身穿一件粉色暗花缎面金镶边粉色长袄，下身是橘黄色百褶裙，发型选用的是平行饱满、高低适度的圆发髻，配上1支点翠珠串布摇和另侧的粉色纱质簪花，端庄明媚的同时又不失少女的活泼灵动。宝姐姐的发饰中还有只始终都佩戴着的金色珠簪，华丽且富丽。经过剧组造型师的通力打造，张丽版薛宝钗眉目温润，面色含春，雍容华贵，落落大方，一看就是个大户人家出来的健康美少女。2010版李沁薛宝钗的造型，一身宽松的白色蕾丝纱质衣衫，头上贴着镶钻的黑亮版印黄瓜片，头顶团了个圆墩墩发髻，发髻正前方粘了坨蛛丝一样的黑色盘丝花团，再来几个白色塑料饰品，外加个黑色流苏穗子坠在额前，贴上尖尖的硬邦邦鬓角，画着寡淡的妆容，眉毛被刮后只留下那又粗又淡的眉痕。李沁是个长相清纯、气质端庄的女孩子，那年她只有18、19岁，因为铜钱头的戏曲符号实在是太强了，给薛宝钗整这样的装扮太容易让人联想到唱戏的。而贴片子的额妆不仅没有帮助李沁颜值加分，还压制了她自身本有的灵气与活力，妆容过淡，电视画面的色调也过暗，整体看老气横秋。还有那张凹凸有致、面黄肌瘦的脸，怎么能当得起肌骨莹润、面若银盆的描述？2场景道具对比。场景设置。87版宝钗扑蝶是在杭州西山公园芍药亭和中国10大名园之一的起源取的景。起先是在杭州西山公园芍药亭选景，阳光明媚的夏季，正是山花烂漫的季节，繁茂的杜鹃花朵朵簇簇，竞相绽放，在片片葱郁绿叶的衬托下，红色杜鹃花也成了最亮丽的色彩。正是这样的繁花锦簇之的，才是能吸引蝴蝶的好地方。宝钗追着蝴蝶一路小跑的后段，
来到了嘉兴市海盐县五原镇的起源，树木山石，小桥流水，亭台楼阁，园林山水之景浑然天成，赏心悦目。新版宝钗扑蝶也是2个外景地，扬州瘦西湖风景区的24桥和北京北海公园内东岸小土山北端的豪蒲间，2个地方都比较开阔。宝钗从写着蜂腰桥的拱桥上走过来，眼底所及之处全是绿色的柳树。扑蝶是在豪蒲间的9曲雕栏石桥上，豪蒲间后面的湖水和景色都是用电脑做的特效画面。2、道具选择。关于宝钗扑蝶所用的扇子是折扇还是团扇的问题，至今都尚有争议。因为原文有一句“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”，这句话里提到了扇子，但曹公并没有明确交代到底是团扇还是折扇，因此很多人认为能放入袖子里的肯定是易收拢、可折叠的折扇无疑。还有一方观点认为，这是宝钗难得的一次少女心释放，如果用折扇来扑蝶，那画面就丧失了美感，且折扇扑蝶似乎也不太方便。加之原文中也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：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，大如团扇。2只大如团扇的蝴蝶是以宝钗眼中来写，如果所带是折扇的话，宝钗如何能想到形容蝴蝶大如团扇呢？关于团扇、折扇还有很多观点，也都有自己的论据，因此宝钗扑蝶到底用的是团扇还是折扇，一直都是《红楼梦》的热点问题，且暂没有能够盖棺定论。现今我们看到的许多影视作品或者绘画作品中都有不同的呈现，而绝大多数影视作品中，为了表现美感，又因团扇是旧时贵族之家女性随身之物，大多数选用的都是团扇。87版《红楼梦》和10版《红楼梦》在这一点上很有共鸣，2版都没有演从袖子里抽出扇子的戏份，而是剧情一开始宝钗就手拿了把团扇。不过新版薛宝钗的服饰衣袖宽大，倒是可以放得下一把团扇。3、演员表演与导演拍摄对比。1、87版宝钗扑蝶画面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朵朵红花，嫩叶葱绿的茂密枝的，只见一只白色大蝴蝶在花丛中扑闪着双翅，迎风翩跹。这时镜头慢慢拉远，宝姐姐蹑手蹑脚地缓步而来，她一手拿着蝴蝶芙蓉扇面的月圆形丝质团扇，另一只手五指并拢，手掌弯曲，神色认真极了，嘴角还抿着笑意。先是身体慢慢向蝴蝶靠近，接着猛然一扑。然而蝴蝶毕竟体态轻盈，身姿灵动的昆虫，宝姐姐那一下并没有扑到，蝴蝶噌的就飞走了。此时背景音乐喜庆版晴雯曲响起，由静到闹，曲调欢快，为整个画面也添上了层愉悦的气氛。这里镜头中并没有出现蝴蝶的身影，观众完全是跟着张力的表演去感受它们的存在。开始目光向上，接着又顺着前方而动，然后是上身向后转，眼睛望向不远处，随之嘴角扯出了一抹俏皮的甜笑，用手扶下扇沿，团扇向上抵着下巴，笑容愈发绽放，再伸手提下裙摆，娇憨、调皮又灵气四溢。仅一小段演绎，张力就已经把那个童心未泯的活泼少女立在了观众面前。下个镜头里，宝姐姐越发雀跃了，她蹦蹦跳跳地跑下石桥的台阶，时而用握着扇子的手向空中一扇，时而用拿着丝帕的手向空中一扑，时而小心翼翼专注扑蝶，时而捻脚捻手连步轻移，穿花渡柳，欢脱跳跃，在四周葱绿树枝与娇艳花树的烘托下，宛若一只天真烂漫的小猫咪，追着蝴蝶跑了段路，玩耍一时，却根本捕捉不到。少有的大量运动后，宝钗便有些累了，她摇动扇子，缓缓坐在了小道旁的一块石头上，香汗淋漓，娇喘细细，真是似杨妃般体风怯热的美人啊！87版宝钗扑蝶的片段，既有美人又有美景，人托景，景衬人，
达到了交相辉映的美感，又表现出了宝钗娇俏活泼的少女情趣，真是一幅美好画卷。2. 10版宝钗扑蝶画面。望着贾宝玉往潇湘馆走去的背影，薛宝钗手拿团扇，从枫腰桥上缓缓走了下来，正暗自思忖之际，身边突然飞来了2只彩色的蝴蝶，这2只蝴蝶还一个劲儿地绕在她身边翩跹。于是宝钗兴致突起，追着蝴蝶飞舞的方向而去，镜头一转，宝钗从石牌楼穿过，小跑着去扑蝴蝶。新版对宝钗扑蝶的动作设计真是太差了，本来还觉得李沁的形容举止与其他人比起来算是优雅的，可扑蝶时她的身体姿态就跟喝醉了酒一样，晃晃悠悠，摇摇坠坠，再加上背景音乐那阴森恐怖的调调，颇有几分聊斋的味道。导演拍摄时也一味的拉远镜头，光拍了大体的动作，没有给到李沁面部细致的表情特写，空泛乏味，不仅不能将人物内心活动传给观众，还缺少此情此景下对薛宝钗性格的刻画。看完新版宝钗扑蝶，感觉唯一比87版进步的一点就是科技发展了，2只彩蝶均为电脑合成。在偌大的石桥上，湖里连一朵莲花都没有，没有植被，没有花朵，还天色阴沉的空旷之的，蝴蝶竟也能顺着石桥不停在飞，就像是专门给薛宝钗带路一样，就离谱。87版《红楼梦》在科技不够发达的年代，电脑特技几乎为零，但为了能够体现出原著大如团扇的玉色蝴蝶，剧组工作者可谓费尽心思。负责美工的小刘别出心裁，用薄卷做成了只轻巧灵动的大蝴蝶，装了根极细的钢丝。拍摄时小刘躺在泥中，用细竹竿挑着蝴蝶伸在花丛上面，轻轻抖动，便可以假乱真。剧里看起来确实非常逼真，就像真的蝴蝶在扑闪双翅。而10版《红楼梦》过了23年，电脑特技倒是发展了，但逼真度却下降了。且李沁版宝钗扑蝶动作僵硬呆板，无神无形，像是个木头桩子干扑腾，整体画面假得令人尴尬。